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安昌市希尔顿酒店金碧辉煌的牡丹厅里，物理系98级毕业15周年的同学会正被推向高潮。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马文博端着一杯笑是笑鹰的红酒，意气风发地站在主桌前。他扫视了一圈，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带着常年在华尔街发号施令的优越感。各位，咱们98物理班真是藏龙卧虎啊，今天算是齐了。哦，不对，他故意拉长了音，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精准地落在了角落里最不起眼的那一桌，好像还差一个没走出国门的。沉默，来，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那个叫做沉默的男人身上。跟大家伙说说，马文博的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你现在留守咱们安昌市，是干什么大事业呢？面对一整个房间或好奇，或同情，或嘲弄的目光，沉默只是扶了扶他那副半旧的黑框眼镜，淡淡的笑了笑。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场同学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追忆青春，而是一场不动声色的名利展销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题便自然而然地滑向了车子、房子、绿卡和公司。我现在在硅谷带一个人工智能的团队，去年刚拿了 B 轮融资。我老公是高盛的 VP， 我们刚在长岛买了套带泳池的房子。嗨，别提了，我也就是在巴黎开了个小画廊，混口饭吃。说话的是当年的班花林珊珊，她嘴上谦虚着，手腕上那只卡地亚的满钻手镯却在灯光下晃得人眼晕。空气里弥漫着金钱和精英阶层特有的香水味。在这样的氛围里，沉默显得格格不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小口地喝着茶。他就像一张老旧的黑白照片，不小心掉进了一场活色生香的数字电影里。沉默，他们都说了，该你了。马文博不打算放过他，他就是要用沉默的平庸来反衬自己和这群海外精英的成功。沉默放下茶杯，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我啊，就在安昌本地做点小手工，修修补补一些老物件。修修补补，一个在德国做机械工程师的同学夸张地笑了起来。沉默，你当年可是我们班的学神啊，考研总分第一，还拿了加州理工的全额奖学金。怎么现在修上东西了？嗨，人各有志嘛。马文博假惺惺地打着圆场，话里却全是刺。咱们沉默，这叫大隐隐于市，是吧？挺好的，为建设家乡做贡献嘛。大家发出了一阵心照不宣的哄笑。席间，当年最器重他们的白发苍苍的张教授也受邀前来。老教授喝得有些微醺，他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走着，和那些意气风发的学生们寒暄。最后他走到了沉默这一桌，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例行公事的停一下，可老教授却径直走到沉默身边，用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沉默啊！老教授的眼神是众人从未见过的欣慰和敬重。还在坚持，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啊！沉默站起身，给老教授的杯里添满了茶水。老师，这是我该做的。这句没头没尾的对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家只当是师生间的客套，觥筹交错间便将这一幕轻轻接了过去。其实所有人都还记得1998年的那个夏天，沉默是整个物理系最耀眼的存在。他是那一届唯一一个
以接近满分的成绩拿到加州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的人，在那个出国就是镀金，就是成功的年代，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沉默的未来将是一片星辰大海。当年的班花林珊珊甚至在毕业晚会上借着酒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沉默，我可在美国等你哦。可就在所有人为他办好欢送会，他连行李都打包好了的时候，他却突然宣布他不走了，奖学金他放弃了。这个决定在当年像一颗炸雷，震惊了整个院系，没人能理解。有人说他家里出了变故，有人说他谈了个女朋友，舍不得走，众说纷纭，他却从未解释过一个字。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决定源于一个承诺。就在他出发前的一周，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师母打来的，哭着告诉他，他最敬爱的导师张教授病危了。沉默疯了一样的赶到医院，病床上的张教授已经瘦得脱了相。他不仅仅是沉默的论文导师，更是国内天体物理和科技史领域的泰山北斗。看到沉默，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才亮起了一丝光。他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了一串钥匙。小莫，老人的声音像风中的残烛，别走了，我书房里那个保险柜，我这辈子的心血，那几件东西的图纸都在里面，答应我把它们复原出来，别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沉默跪在病床前，握着老师那双冰冷干枯的手，泪如雨下。他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那是老师耗尽毕生心血，从无数残缺的古籍中整理还原出的几张失传已久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的设计图。那是比任何国外先进技术都更让他痴迷的东西。老师，您放心。他对着弥留之际的恩师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我不走了，我答应你这个承诺。他守了15年。如今的他住在安昌市一个老旧的家属院里，妻子是楼下小学的语文老师。房子不大，局促的客厅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一些奇奇怪怪的工具零件。在同学们的眼里，这无疑就是混得不行的铁证。同学会的气氛在马文博的刻意引导下越来越热烈。他开始炫耀自己手腕上那块百达翡丽的星空系列手表。这块表全球限量3块，3问功能，万年历，星空图，不算贵，也就1000多万吧。他轻描淡写地说着，脸上却满是藏不住的得意。他故意走到沉默身边，把手腕亮出来。沉默，你不是会修修补补吗？来，鉴赏鉴赏，我这块表怎么样？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羞辱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带着戏谑，在沉默和那块表之间来回移动。沉默只是扶了扶眼镜，凑近了些，很认真地听了听。就在马文博准备享受沉默的惊叹和吹捧时，沉默却轻声说了一句：阴黄的余音有点短，应该是沾上油了，走时久了会偏快，可惜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场的都是搞物理出身的，对余音、偏快这些词并不陌生。马文博的脸瞬间就涨成了猪肝色。你胡说八道什么？他几乎是吼了出来。我这表是上个月刚在瑞士做的保养，你一个修破烂的，懂什么叫百达翡丽吗？沉默没有争辩，只是笑了笑，又端起了他的茶杯。他越是这样云淡风轻，马文博就越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旁的林珊珊见状，赶紧出来打圆场。他把话题引到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不说这些了，我跟大家说个烦心事。我那个画廊
前阵子收到一幅明代唐伯虎的《秋风完善图》的摹本，是真迹，非常珍贵。可惜画的卷已经脆化的不行了，巴黎最好的修复师都不敢碰，生怕一碰就碎了，真是愁死我了。他说完，半开玩笑地看向陈默：“大学霸，你不是什么都会修吗？这个你懂不懂？”陈默正在喝茶，闻言头也没抬，像是自言自语般的随口说了一句：“那是明代的宫廷素卷，叫乌金纸，薄如蝉翼，不能碰任何化学药剂的，得用古法煮锤法，配上这贝母的汁液来接表，才不会伤了画心。”他话音刚落，整个桌子都安静了。煮锤法，这贝母，这些闻所未闻的词从一个修破烂的嘴里说出来，显得格外怪异。林珊珊也愣住了，她看着陈默，眼神里充满了惊疑和困惑。这个男人和他15年前好像一样，又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同学会最终在一种浮华又尴尬的气氛中不欢而散，大家互相加着微信，说着以后常联系的客套话。马文博建了一个物理98海外精英群，把所有在国外的同学都拉了进去，唯独遗忘了陈默。群里大家还在意犹未尽地讨论着马哥那块表，真是亮瞎了我的眼。珊珊现在也是成功女性了，都开始收藏唐伯虎了。哎，你们说陈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多聪明的一个人，现在怎么混成这样了？谁知道呢？估计是受了什么打击，自暴自弃了吧。我听安昌的同学说，他就在文庙那边一个破巷子里开了个小铺子，叫什么陈氏修旧，好像是他家祖传的，半死不活的。这个消息彻底坐实了陈默混得不行的形象，大家惋惜了几句，便不再提起他，转而讨论起了下次在纽约还是在伦敦聚会。另一边，远在纽约的马文博却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风光。同学会结束后，他立刻投入到一场焦头烂额的视频会议中。他的投资基金因为一次错误的预判，正面临着巨大的亏损，几个大客户都在闹着要撤资。他烦躁地扯开领带，看着窗外曼哈顿的夜景，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焦虑。而此时的安昌市，陈默回到了他那个位于老家属院的家。一开门，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气便将他包裹。妻子周静正在厨房里忙碌，看到他回来，笑了笑：“回来了，快去洗手，汤马上就好了。”他没有问同学会怎么样，也没有问有没有被人瞧不起，仿佛那些都与他们的生活无关。饭后，陈默走进自己的书房，那其实只是用阳台隔出来的一个小空间，里面没有电脑，没有电视，只有一个巨大的工作台和满墙的奇奇怪怪的工具，还有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插满了各种线头的古籍。陈默换上一身蓝布工作服，戴上特制的放大眼镜，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就变了。那种在同学会上的温和与沉默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专注和一种掌控一切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他的面前摆放着的正是一张残缺的泛黄的古代星图。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他从不言语，却能回答所有问题。一晃10年过去了，当年那场喧闹的同学会早已被众人遗忘在记忆的角落，同学们也都从意气风发的中年步入了为养老和子女发愁的晚年。马文博的公司最终还是在3年前的一场金融风暴中破产了。他赔光了所有的钱，从华尔街的精英变成了一个靠给国内富豪做海外投资顾问、
勉强糊口的马老师，林珊珊的画廊也经营惨淡，离了婚，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巴黎，过着外表光鲜、内里心酸的生活。他们偶尔还会在那个海外精英群里说几句话，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抱怨和对未来的迷茫。大家似乎都忘了当年那个被他们嘲笑的沉默。直到2025年的秋天，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在巴黎卢浮宫举办的世界文明瑰宝展上，中方送展的一件国宝——北宋苏颂水运仪象台的1:1复刻品，在最后的安装调试阶段，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意外受损。其核心的天横擒纵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枢纽构件天条，因金属疲劳出现了肉眼无法察觉的细微的断裂，这导致整座仪象台彻底停摆。这不仅仅是一件展品的损坏，更像一个巨大的文化事故，在全球媒体的镜头下被无限放大。中方立刻请来了瑞士和德国最顶级的古董钟表修复大师，可那些白发苍苍的欧洲专家在对着那套复杂如宇宙星辰般的齿轮结构研究了3天3夜后，都无奈地摇着头，表示无能为力。对不起，这种制造工艺已经完全失传了，它的内部结构不属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机械体系，我们修不了。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国内外的网络上，幸灾乐祸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唱衰中国传统文化者更是甚嚣尘上。远在纽约的马文博和身在巴黎的林珊珊，以及海外精英群里的所有同学，自然也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我就说，咱们那些老古董，中看不中用，关键时候就掉链子。是啊，跟人家瑞士的精密工艺根本没法比。就在全球舆论都认为这件国宝将以一种耻辱的方式提前退展时，中方代表团却在卢浮宫紧急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面对全世界的媒体，用一种无比沉稳和自信的语气宣布，我们将从国内请来唯一一位能够修复他的国宝级大师。全世界的媒体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对这场发布会进行了直播。直播镜头跟随着代表团来到了一间被临时改造的恒温恒湿的修复室前，那扇厚重的雕花的大门被缓缓推开，镜头慢慢地对准了工作台前那个聚精会神手持着一种奇怪工具的穿着一身蓝布工作服的背影。听到开门声，那个背影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正脸。那一瞬间，纽约马文博的公寓里，他刚端起的咖啡杯哐当一声摔在地板上，褐色的液体溅了一地。巴黎卢浮宫的现场，作为承办方代表的林珊珊正站在人群外围。当他看清那个人的脸时，他瞬间捂住了自己的嘴。那双保养得极好的美目里充满了翻江倒海般的震惊和不可思议。那个沉寂了10年的物理98海外精英群里，不知是谁发了一张直播的截图，然后整个群陷入了长达数分钟的死一般的寂静。直播画面里，法国国家电视台的现场解说员正用一种无比激动和崇敬的，甚至带着一丝颤抖的语气，向全世界介绍道 ：“Mesdames et messieurs, si que vous voyez est un legend vivante, le grand maître de la Chine, Monsieur Chenemo。”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位活着的传奇，来自中国的伟大工匠陈默先生。卢浮宫的修复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全世界的目光都透过冰冷的镜头
聚焦在陈默那双手上。那是一双与大师身份极不相符的手，指节粗大，掌心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机油和木屑的混合物。可就是这样一双手，在拿起那些奇形怪状、外人闻所未闻的工具时，却瞬间拥有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他没有用那些德国专家带来的激光扫描仪，也没有碰瑞士专家提供的精密焊机，他只是从自己随身带来的一个半旧的木箱里取出了一套工具。那些工具看起来更像是古董，小巧的锤，极细的镊，各种弯曲角度的探针，每一件都闪烁着被岁月打磨过的温润的光泽。我们看到陈默先生首先使用的是一种叫做浸润法的检测方式。直播中，中方代表团里一位白发苍苍的科技史专家，正用一种激动又崇敬的语气向全世界解说，他用的不是化学试剂，而是用蒸馏了9次的去离子水，混合了极少量的荷叶沉露。这种液体可以最大限度地探明金属内部的疲劳纹路，而不会对其材质造成任何2次伤害。陈默用一根细如发丝的银针蘸取了那种特殊的液体，轻轻点在天条构件的断裂处，然后他拿出一个形似古代听瓮的黄铜仪器，将一端贴在构件上，另一端则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他闭上了眼睛，整个世界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他和那件千年国宝之间无声的跨越时空的对话。5分钟后，他睁开眼，眼神里已经有了完整的修复方案。他没有直接去碰那个断裂的枢纽，而是先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块黑乎乎的、看不出材质的泥块。他用酒精灯以一种极其考究的文火，慢慢地烘烤那块泥块，一股奇异的、混杂着松香和多种草药的香气弥漫在整个修复室里。我的天，这是百草炼金膏！现场一位来自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修复专家，像是见到了鬼一样，失声惊呼起来：“什么膏？”旁边的记者赶紧问。这是中国古代方志里记载的一种用于无痕修复青铜器和精密金属构件的神胶，它的配方早就失传了200多年了。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传说，没想到今天能亲眼见到。在全世界的注视下，陈默用那块被烤得微微融化的神胶极其精准地涂抹在天条的断裂面上，然后他用2把特制的带着磁性的银镊子将断裂的2端完美地合在一起。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道细微的裂缝在神胶的粘合下，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缓缓地无痕地愈合。整个过程没有火花，没有噪音，只有一种近乎于道、万物归元的宁静和神奇。此时，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才终于通过那位科技史专家的口，知道了陈默的真实身份。他不是什么修破烂的，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代天文计时仪器复原技艺的唯一在世的第4代单传的国宝级传承人。他的师傅正是当年在史学界和科技界都赫赫有名，却在晚年因病隐退的张启明教授。陈默放弃加州理工的奖学金，就是为了兑现对病危恩师的承诺，继承这门随时可能失传的绝学。他那个在安昌市文庙巷子里的叫做陈氏修旧的小铺子，根本不是什么生意，那是国家为了保护他特批的一个拥有最高安保级别和恒温恒湿系统的国家级修复研究室。他这15年不是在混日子，
而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将恩师留下的那些残缺图纸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他复原的是整整一个失落的中国古代精密制造的文明。当陈默的真实身份随着电视直播被公之于众时，那个物理98海外精英群里彻底死寂了。之前还在嘲笑陈默唱衰中国制造的那些言论，还孤零零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无声的响亮的耳光。远在纽约的马文博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任由冰冷的咖啡浸湿他的裤腿。他想起了15年前陈默对他的那块百达翡丽的评价，阴黄的余音有点短，应该是沾上油了。当时他觉得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可笑的、最不自量力的评价。可现在他只觉得一阵阵地发冷。他疯了一样的爬起来，抓起那块他视若珍宝的手表，冲出家门，驱车来到纽约最顶级的一家钟表维修工坊。一位白发苍苍的瑞士老师傅在用高倍显微镜仔细检查后，得出了和陈默一模一样的结论：马先生，您的表阴黄部分有极其轻微的油污附着，导致其共振不完全。这是一种只有在最顶级的保养中才会出现的极其罕见的失误。说实话，如果不是用耳朵贴着听，根本无法察觉。请问是哪位大师提醒您的？马文博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想起了陈默当时那平静的眼神，那不是不懂装懂，而是一个真正的王者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一种漫不经心的降维打击式的审视。他几十万美金买来的骄傲，在人家眼里不过是一个随手就能诊断出病因的有瑕疵的玩具。巨大的羞愧和难堪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而在巴黎，作为承办方代表的林珊珊也同样处在巨大的震惊和悔恨之中。他想起了陈默对他那幅唐伯虎摹本的指点，那是明代的宫廷素卷，得用主锤法来揭表。当时他还腹诽，觉得陈默是为了在自己面前出风头，才故意说些故弄玄虚的话。可现在，当他看到陈默在全世界面前展露出那种神乎其技的修复手段时，他才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他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同学，更是一位能让他的事业和收藏提升到一个全新境界的真正的大师。他立刻打通了当年那位张教授的电话，电话那头已经年近90的老教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你们现在总算知道他了吧？”老教授的声音里带着欣慰，也带着一丝感慨。当年小莫是多好的苗子啊！可他老师临终前把一辈子的心血都托付给了他。他说，不能让老祖宗的东西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了根。他放弃了出国，放弃了名利，一个人守着那个清冷的工作室，一守就是这么多年。你们都以为他混得不好，可你们谁知道他这10几年过得有多苦，又有多富足。他心里装着的是星辰大海，是千年传承。这些东西是你们在华尔街的股票和巴黎的画廊里永远也买不到的。林珊珊握着电话，泪流满面。3天后，在全世界媒体的见证下，陈默为水运仪象台安上了那枚被完美修复的天条枢纽。随着他手中一个特制工具的轻轻拨动，那座已经停摆了数日的庞大而精密的仪器发出了一声清越的，仿佛来自1000年前的咔嗒声。随即，层层叠叠的齿轮开始缓缓地、有条不紊地转动起来。魂象在转，报时木人在敲钟，整个仪象台活了过来。
那一刻，整个卢浮宫修复大厅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那些之前还带着几分审视和怀疑的外国专家们，此刻都纷纷起立，对陈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陈默，这个来自中国的沉默的匠人，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修复领域的传奇。接下来的几天，他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各大博物馆的馆长排着队想见他，世界顶级的学府向他发来担任终身教授的邀请函，甚至连马文博之前炫耀过的那个奢侈品品牌百达翡丽，都通过官方渠道开出了一个8位数的天价，希望聘请他做品牌的特邀历史顾问。面对这一切足以让任何人疯狂的追捧和名利，陈默的反应却和15年前的同学会上一模一样。他只是淡淡的笑了笑，然后礼貌地拒绝了所有。在离开巴黎前，他只接受了中方媒体的一次简短采访。镜头前，他依旧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依旧是那副半旧的黑框眼镜。主持人问他：“陈老师，现在全世界都称您为大师，你有什么感想？”陈默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个手艺人，我做的也只是为了兑现我对我的老师许下的一个承诺。”说完，他便转身收拾起他那个破旧的木箱，将所有的喧嚣和荣耀都关在了身后。他只想回家，回到他在安昌市的那个小小的、宁静的工作室里去。那里有他未完成的工作和他早已习惯了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陈默悄无声息地回了国，他没有去北京接受表彰，而是直接坐火车回到了安昌。可他没想到，他前脚刚到家，后脚一群不速之客就找上了门，是马文博和林珊珊，还带着7、8个当年也出了国的海外精英同学。他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陈默工作室的地址，竟然组团进行了一场朝圣般的登门拜访。开门的是陈默的妻子周静，看到门口这群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男男女女，他愣了一下，但还是客气地将他们请了进去。工作室还是那个工作室，充满了木料和金属混合的气味。只是此刻，在这些成功人士的眼里，这里不再是破败，而是一种大师的格调。陈默，不，陈老师。马文博看到陈默，脸上堆起了他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谦卑的笑容。他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都是最顶级的烟酒和茶叶。当年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说着，他竟然真的要弯腰给陈默鞠躬。陈默伸手轻轻托住了他的胳膊。马文博，我们是同学，不用这样。他的语气依旧平静，听不出喜，也听不出怒。可越是这样，马文博的心里就越是发慌。林珊珊也上前一步，她的眼圈红红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陈默，对不起，我们都误会你了。我们以为在国外才叫成功，现在才知道，我们这点所谓的成就，跟你做的事情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是啊，是啊，陈老师，您才是我们班真正的骄傲，您才是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其他人也纷纷附和着，说着各种各样赞美和忏悔的话。他们看着陈默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讨好，仿佛只要能和他攀上关系，自己也能沾上一点大师的光环。面对同学们迟到了15年的道歉，陈默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他让妻子给大家泡了茶，然后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像15年前的同学会上一样。只是这一次，说的人
和听的人心境与地位都已是天壤之别。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沉默才缓缓开口：“大家能来看我，我很高兴。”他说：“过去的事就都让它过去吧。”他看了一眼坐立不安的马文博，忽然问：“你的那块表后来找人修了吗？”马文博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支支吾吾地说：“修了，人家说跟您说的一模一样。”沉默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又转向林珊珊：“你那幅秋风完善图还在吗？”林珊珊赶紧点头：“在，我一直没敢动。”沉默：“不，陈老师，您能再指点指点我吗？”谈不上指点。沉默说：“那种乌金纸，性脆淡韧，接表的关键不在主，而在锤。要用桑皮纸包裹，以沉香木的小锤，隔着丝绸，均匀捶打7000次以上，让纸巾完全舒展开。这个过程需要绝对的耐心和手感。你如果信得过我，可以把话留下，3个月后，我给你一幅完好如初的。”一番话说得云淡风轻，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他们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沉默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那是一种他们用金钱和地位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另一个维度的世界。他们所谓的道歉，所谓的忏悔，在沉默这种真正的匠心和传承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和可笑。一群人最终是怀着一种更加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沉默的工作室。他们来时是想用道歉来弥补自己的过错，甚至拉近和大师的关系。可走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和沉默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远了。沉默的原谅比他的记恨更让他们感到无地自容。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可有些人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几个月后，马文博彻底破产了，他投资失败，债务缠身，妻子也离他而去，从云端跌落泥潭。不过转瞬之间，在纽约的公寓被银行查封的那天，他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醉眼朦胧中，他想起的不是那些香车美女，也不是华尔街的风光，他想起的竟然是沉默。想起沉默那个平静的眼神，和他工作室里那股混杂着木香和墨香的让人心安的味道。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念头疯狂地滋生出来。他变卖了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买了一张回国的单程机票。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安昌市，来到了那个破旧的文庙巷。他站在陈氏修旧的门口，徘徊了很久很久，才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那扇门。开门的依然是沉默。看到落魄的像个流浪汉的马文博，沉默的脸上没有一丝惊讶，仿佛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我没地方去了。马文博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他低着头，不敢看沉默的眼睛。我什么都没了。他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说出了那句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的话：沉默，你这里还缺人吗？我什么都能干，扫地打杂都可以。沉默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久到马文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公开处刑的小丑，无所遁形。就在他准备转身逃走的时候，沉默开口了：我这里不缺打杂的。马文博的心沉到了谷底。不过沉默话锋一转，指了指墙角堆放的一堆不成形的木料：我这里缺一个打磨木料的学徒，没有工资，管吃住，很枯燥，很累，每天要重复同一个动作几千次，至少要学3年才能出师。他抬起头，迎上沉默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同情，
没有怜悯，更没有嘲讽，有的只是一种对待木头、对待石头、对待世间万物的一视同仁的平静。那一瞬间，马文博忽然明白了，沉默不是在施舍他，也不是在考验他，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提供一个选择，一个让他抛弃过去那个浮躁、虚荣、被欲望掏空了的马文博，重新活一次的选择。我愿意。马文博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了这3个字。他说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也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沉默点了点头，仿佛这本就是意料之中的答案。那就从打磨这块木头开始吧。他指着墙角那块其貌不扬的紫檀木料，用那边的砂纸从粗到细换5遍。什么时候你用手摸上去，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棱角和毛刺，像是摸在婴儿的皮肤上一样，就算合格。马文博的学徒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脱下了身上那件唯一还算体面的名牌外套，换上了陈默递给他的带着皂角香味的蓝布工作服。曾经，他那双手是用来签署上亿美金的合同，是用来摇晃最名贵的红酒杯的，而现在，这双手每天都和粗糙的砂纸与坚硬的木料打交道。第1天，他的手上就磨出了7、8个血泡，钻心的疼。第1个星期，他每天晚上回到那间陈默帮他租下的月租只要300块的小阁楼里，累得连抬起胳膊的力气都没有，倒在床上就能睡死过去，连梦都没有。第1个月，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枯燥、乏味、无休无止的打磨。他好几次都想把手里的木头摔在地上，然后冲出去逃离这个地方，可每当这时，他都会看到沉默的身影。沉默很少说话，更不会教训他，他只是日复一日的在他自己的工作台前做着自己的事。有时候是修复一幅残破的古画，有时候是拼合一件碎裂的瓷器。他手下的动作有一种独特的韵律和美感，专注的像是入定的老僧。马文博看着看着，心里那股无名的燥火就渐渐的平息了。他开始明白，沉默让他做的不仅仅是打磨一块木头，更是在打磨他那颗长满了杂草和欲望的心。他不再去想华尔街，不再去想那些背叛了他的伙伴和情人，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了眼前这块木头。他开始能感受到木头的纹理，感受到每一寸的细微变化。3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他终于将那块紫檀木料打磨得温润如玉，光可见人。他把它小心翼翼地捧到沉默面前，沉默没有说话，只是接过来，闭上眼睛，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仔仔细细地抚摸了一遍，然后他睁开眼，对着马文博轻轻地点了点头。那一刻，马文博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这一个点头，比他这辈子听到过的所有赞美、收到的所有奖金，都更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又过了3年，陈氏修旧的门口来了一位故人，是林珊珊。她专程从巴黎飞回来，将那幅珍藏多年的秋风完善图摹本送来请陈默修复。陈默正在里间指导另外2个新来的从国家文博院派来进修的年轻学徒。在门口接待他的是一个穿着蓝布工作服、气质沉静的中年男人。林小姐，请坐，老师傅正在忙，您稍等片刻。男人给他倒了一杯茶，动作沉稳，不疾不徐。林珊珊看着他，总觉得有些眼熟，却又不敢认。眼前的男人
两鬓已经有了一些风霜的痕迹，双手也有些粗糙，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平静的湖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林珊珊迟疑地问。男人抬起头，对她笑了笑，那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无比坦然的笑容。林珊珊，我是马文博。林珊珊手里的茶杯剧烈的一晃，茶水差点洒了出来。她张大了嘴，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仿佛脱胎换骨一般的男人，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此时，马文博的目光已经回到了自己手里的活计上，他正在为一件明代的黄花梨笔筒做最后的抛光。阳光从老旧的木窗棂里照进来，洒在他的侧脸上，也洒在他专注的眼眸里。那一刻，林珊珊忽然觉得自己当年在巴黎画廊里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世界名画，都不及眼前这一幕来得动人，来得震撼。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而是你放下了多少；真正的成功也从来不是你站得多高，而是你能否在跌入谷底之后找到一块能让自己安心打磨的木头。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